KPL 史上最短遊戲对局，居然是因為局內切屏。AG 對陣 LGD 的第一小局，兩邊置換2塔，一諾狼狗切屏看一眼紅區，沒有留意狂鐵位置，切屏結束時已經被狂鐵2閃拍飛。後續隊友葫蘆娃救爺爺，導致水晶在6分6秒直接爆炸。讓我們一起來逐幀分析這一場載入 KPL 史冊的比賽。老乾爹開局邊射換線，讓敖影對線到夏洛特，對面打野是阿古朵，基本是紅開。小圓嘗試騷擾一下 ，AG 正常派太乙協防，太乙續炸不用慌，回身給一腳拉開距離。另一邊下路狂鐵也已經露視野，明知道敖影換線的情況下，夏洛特還是出來挨了一個雙火。其實夏洛特最優解是留點，等到線上再考慮是否要學一補刀。小圓往前壓身位，為了吃線只能硬抗了。另一邊太乙靠上支援，夠不着小圓一技能空炸。老乾爹上路前期優勢很大，能夠嘗試反一個山雞。敖影不着急學技能，如果對面有搶的想法，那麼就學風球給控制。要是對面直接放棄，敖影就可以學水球回血。安琪拉給了一個回中的假視野，之後回身繞進 L 草繼續蹲伏。小圓先給太乙掛2技能，騙太乙續炸，隨後保持安全距離，等太乙蓄力快結束，卡對面空炸極限給2定身。另一邊安琪拉跟2-1，太乙閃現規避。說一個冷知識，有了優勢不一定要送回去，這邊想過線拿邊野，眼睜睜看着太乙續炸進到邊草。敖影為了收兵把風球用了，太乙出草舔炸，敖影向後閃，剛好讓太乙滿炸到射輔。小圓踢2個定身夏洛特，太乙跟炸擊殺敖影，小圓向後閃可以走。回看另一邊安琪拉，2技能已經冷卻，不過卻沒有第一時間給控制，小圓被動擊退對面，使得安琪拉直接2空了。中輔的配合有一點瑕疵啊。回看對面視角，敖影技能全部放完，太乙在舔炸，小圓這一腳剛好幫夏洛特躲了法師眩暈。看着出現在地圖外的2技能，讓我想到阿古朵的高級放生。上一波配合失誤，這一波九尾要找回場子，清完中線後給了一個往下的假視野，隨後掉頭往上靠蹲一波夏洛特。合着現在的隊伍都把渲染當做突破口了，夏洛特肯定想動山雞，法師213命中，不過大招傷害第一時間沒打滿。九尾的假視也給得很成功，迷惑到了渲染。回看渲染視角少不了切屏，也是因此被安琪拉蹲個正着。有時候切屏很容易導致信息丟失。回看九尾安琪拉，這裡太乙已經回頭進邊草了，這邊因為切屏沒看到，又一次切到中路，看了一眼吃不到的兵線，回過神來連上一個太乙，向後閃現規避阿古朵砸大，雖然可以走，但很危險。馬上到4分鐘，我們看一諾狼狗，對面豬八戒強勢，還有小圓安琪拉連招康爆，暴君 AG 應該是不要了。原本太乙是要往上保狼狗吃線，眼見對面後撤，就沒有繼續靠上了。然而這裡走得比較急，沒有給到龍坑視野，與後續狼狗被擊殺也有一些關係。狼狗過完上線，沒有直接後撤，有可能被赤甲歸巢的方向迷惑，往河道草放了個陷阱，滑步出草發現敖影，感知到被包進草裡，還卡了一下牆，並且也低估了豬八戒的打龍速度。小圓閃現接2定身，狼狗想開大腰 A 拉開，嘗試閃現反跑，然而卻剛好被豬八戒擊飛，遊戲已經撐不到下一個閃現 CD。其實海月是給了往下的視野，不過這邊沒管。另一邊隊友做事狂鐵直接苟起來，不會給到對面機會。敖影拉脫一下赤甲，小圓卡視野往1塔後包抄，狼狗清完線直接後撤，是更穩健的打法。還有就是因為豬八戒是紅刀，所以開龍特別快，也是讓對面誤判的一個點。小圓已經繞後到位，狼狗繼續往前，已經必死。其實在隊友沒法支援的情況下，可以考慮不交這個閃現，反正已經把線吃了，死就死了，隊友拔上一反也不至於太虧。夏洛特也能傳送補下一波線。這裡太乙發現敖影往中轉，那麼另一邊夏洛特可以斷一波上線。阿古朵收完藍區也往上靠拔1塔。一諾狼狗吃中線補發育，眼見對面不回防，便也繼續推上2，兩邊置換2塔加紅區，那麼狼狗的發育會很受影響。己方紅 buff 刷新，對面自然要反。AG 似乎還對紅有想法，太乙點擊請求集合，而狼狗也脫視野看了一眼，沒有注意狂鐵位置，並且自身沒閃，直接被狂鐵2閃擊飛，敖影閃現補傷害。回看狂鐵視角，對面的雙 C 居然位置重疊，小洛這裡是很細 ，A 完塔後拉一步，使對面放鬆後立馬2閃。雖然海月拉大，但狂鐵已經把技能放完。我們再次回看一諾視角，海月給1B 位置，狂鐵後撤不虛晃，狼狗切屏被閃開，只能說中射給機會，而小洛也夠細節。另一邊阿古朵趁機拔對面中1塔。米蘇豬八戒卡了一個完美時機，沒有給海月交閃的機會。太乙還想接一下，位置過於靠前，也同樣被留下。閃現過牆，小圓剛好跟上，出卷一關，狂鐵2技能跟上。阿古朵夏洛特回防，還想要殺狂鐵，夏洛特2閃大招沒中 ，A 強普出2進入技能真空。豬八戒預判阿古朵向後2往前1給到擊飛，立馬接2回拉，隨後一個強普把戳走的夏洛特拉回。敖影3A 擊退補控，豬八戒跟1
和蛇精一樣接連拿下葫蘆娃人頭，6分鐘出頭就要威脅對面水晶。狼狗海月想要清線，然而已經無力回天，最快破水晶的記錄可能要保持很長一段時間了。感謝大家收看，這裡是蕭炎，讓我們下一期再見。